通风谷怎会有这种败类？偏偏筑基丹还落在他手里，此人当真该杀。但是，他修为在我之上，怕是打不过。这可是合欢丸2级妖兽的银毒所炼。来。 我可真想看看师妹一会儿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嗯，我说道友，看了这么久，该现身了吧？原来是你啊！早就想找机会除掉你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只能打了。 没想到你不但是个小偷，还是个淫贼啊！逢长术。 没用的，此期以中阶灵石驱动，灵力用之不竭。你的法器还没祭炼完全，只能当寻常兵器乱挥，还想跟我斗？神行符。 不愧是50灵石一张的高级货呀，瞬间就能提速至此。谢谢提醒，原来当正常兵器用就好了。这不是我那枚吗？盒子都没换。 原来姓叶的卖给了他，筑基丹，总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这另一颗，就当做是报酬吧。
师姐，铁丝重啊！你的衣服，你的衣服开了，你的衣服开了，把你的衣服穿上，快！那个坏蛋给你下药了，你醒醒，醒醒！师姐。 虽说是见义勇为，但是杀同门，终究是大忌。我又干不出杀人灭口的事情，所以陈师姐，你还是吃颗忘尘丹吧。吃了这忘尘丹，今天发生的一切，还有我出现在这儿的事，你就都忘了吧。 少主好，少主的血灵大法越发精进了。我让你去查灵兽山去血色禁地试炼的人名单呢？目前报名的是很多的，但是咱们不是要挑一些听话的吗？是要挑听话的，还是送礼重的呀？少主，你说什么呢？就拿燕雷来说吧，来了7、8回了。 送的礼物我头一回收下，我是觉得那个礼物你能喜欢，但少主不要担心啊，咱就是收下了，咱依然不让他参与，谁让他是燕家宝的呢？嗯，燕家宝。堡主，各门派参加血色试炼的人员早已定下。 我燕家堡弟子即使送礼，也不一定能够进去。不过偃月宗的人说了，他们会想办法帮我们去取血莲花，让我们等着好消息。嫣儿是在他们那儿出的事，他们当然应该这么做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只是这世上之事，皆是利益交换。刘长老。 劳烦你再跑一趟偃月宗，把这封信交给他们的门主。只要他们能竭尽全力找到血灵花，救回嫣儿，燕家堡的矿场就送给他们了。堡主，这可使不得！矿场的收入是我们燕家堡的命门，怎可轻易就送给偃月宗呢？我只有这一个女儿，让我拿命去救她都可以，何况区区的灵石生意。 什么人？结丹修士，不过都是初级。筑基中期，竟能指挥结丹修士。 不就是想去血色禁地吗？燕堡主何至于此啊？你是什么人？晚辈，鬼灵门少主王禅。你是王天谷的儿子？正是。听说堡主最近在想尽各种办法，让燕家堡弟子去血色禁地试炼，
想来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东西要拿呀。既然此事七派不愿伸出援手，为何不来我六宗商议呢？这七派向来以正道自居，却联手霸占血色禁地，求他们办事，难如登天啊！您堂堂燕家堡堡主，如此会不会太过卑微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我可以安排人到血色禁地拿到您想要的东西，不论是什么，小侄都可以帮您。堡主怕不是忘了，燕家堡与鬼灵门数百年前本是一家呀。阁下还是先回去吧。堡主也别忘了，只有愿意帮你的，才是朋友。别说了，走吧。调查怎么样了？燕云山慌着派人去血色禁地，不是为了煮鸡蛋，而是因为他重病的闺女。他闺女？这妮儿名叫燕如烟，乃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天灵根。天灵根？所以啊，燕家堡一定要保他。不过嘞，他旧疾发作，命在旦夕，需要只在禁地中生长的血灵花救命了。那确实。原来如此，那也就是说，只要掌握了血灵花，就能掌握燕家堡；掌握了燕家堡，就能掌握这次战争的先机。有点意思啊！这下中国又有事儿做了。天灵根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他不会想起来那天的事儿了吧？今天天气不错，还能看到雪山呢。师祖来了。师祖。都看到了吧？这便是千机之术。你们每个人传送至禁地内的地点，将随机而定。传送到什么位置，全凭自己的运气。门派能做到的，就是在你们的身上种下本门的千机之术，在一定范围之内，你们可以感应到同门的方位。这次试炼，各门派都在暗中较劲，采回来的灵草数量将会直接影响未来60年各门派的地位。偃月宗仗着自己家大业大，随意修改禁地的封禁时间，我们灵寿山绝对不能被他们踩在脚下。要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七派中最能打的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出发。
对。哎，几天不见，怎么胖了？哎呦，出发了！飞了！稳住！马上就要到了。诸位，守住要领，绝不能让燕家堡的人拿到血莲花。遇到欺骗江营弟子，尽可能杀之、烧之，万勿暴露身份。这是自然。我在百药园开辟了一处秘密药田，用小绿瓶催生药草，继续实验推演不同丹方，炼制了不少有用的丹药。只是最重要的储气丹所需的那几味药还没有头绪。这血色禁地每回开放之前呢，这棋派都会选定一个地方，要搞一个会盟啊。这毕竟关系到各个门派这未来几年的发展啊。所以说呢，每一次血色禁地开放，都血色禁地关系到各个门派未来实力的高低。对了，我还听说一个事儿啊，就是说这个只要进了血色禁地的弟子，都能获得一枚筑基丹，这事儿是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哎，我就说嘛。但是，这个传闻呢，也不算离谱啊。你知道这血色禁地为什么又叫做奇派的灵草库吗？因为此地生产着各种珍贵的灵草，在整个越国也只有那里，才有试炼筑基丹的原料。怪不得在市面上没见过那几味药。一次试炼，族谱里的弟子都要抢着去了吗？非也。血色禁地进去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出来。禁地是九死一生，你知道往年参加试炼的弟子存活率有多少吗？
不到半数。这么危险？这位小友，你也对血色禁地感兴趣？啊？什么呀？师弟，你吃的那是什么呀？果子。还有没有了？正好，还剩一个。哎，哎，谢谢师弟。哎，谢谢师弟。师兄，刚刚那人谁啊？他你都不知道？像之里像师兄，谷内年龄最大的炼气七修士，哎，去了好几次血色禁地，还都活着回来了，就是还没筑基呢，也是奇怪。这老头真笨，天天就是要赏乐。门派打得好算盘呀，需要丹药，就逼着我们这些炼气弟子拿命去换。你们说，那老头是不是诚心吓唬人？一把年纪了，还没筑基，他肯定最着急去血色禁地博筑基丹了。明明想去，又怕年轻人抢他名额，就来吓唬我们。不过，他万一说的是真的，非洲。诸位长老远道而来，周某有礼了。我已在千机堂内摆下花果茶点，请诸位随我来吧。师叔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来吃，尝尝。哎，尝尝这糕点，哎，这好吃。这味道不错啊，比上次好吃啊。别吃了。就是，这都没吃饱呢。禁地开放在即，按规矩呢，由我们黄风谷保存并使用的岳阳宝珠，是时候移交给下一派偃月宗了。师姐，稍等一下，在移交宝珠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想跟各位长老商量一下。这不是筑基丹吗？质量差了点儿。哎，我这个好点儿。这2颗筑基丹应该是不同批次炼制而成的。没错，浮云子手上这颗是20年的禁地材料制成的。那我这个呢？这颗是近期的禁地材料制成的。虽然都是筑基丹，但是两者的品质相差甚远。相信各位长老也有所察觉，
禁地中灵草的数量、质量大不如从前，所以，我代表偃月宗在此提议：此次禁地之行后，将提前进入禁地封闭期，将禁地封禁60年。什么60年？这太长了吧？这太久了。韩大哥，真的是你，汉姑娘。上次太南山谷一别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你进入了黄风谷。还要多谢你送我的那本书。汉姑娘是来参加棋派会盟的吗？嗯。对了，那个前面啊，有专门给炼气系弟子准备的茶点，你可以去尝尝。那些都是快要筑基的高手，光是跟他们坐在一块儿，我就紧张，还是算了吧。谢谢韩大哥。汉姑娘也要去血色禁地啊？嗯，我大哥旧疾发作，一直昏迷不醒，只有找到血色禁地里的烈焰花，才可以救他。你们那些老祖没法给他治吗？所以，我一定要亲自去找到烈焰花，把我哥治好。唉，死也治了。你对你哥哥真好。我有个小妹，在我离家的时候，她也就这么搞吧。禁地中灵草珍贵，就算5年开启一次，采到的筑基丹原材尚且不够，改成一甲子，那缺的筑基丹怎么补？可不是嘛！就是你们偃月宗家大业大，那自然是备了不少筑基丹。可是我们这几派可不行啊，多少弟子排队等着呢。就是啊。筑基丹之所以重要，也是为了小辈考虑。每次禁地一开，折损的炼气修士几乎近半，这些弟子的性命，诸位长老就不放在眼里了吧？天道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，这心里的慈悲，难道能大过天道？小小的筑基丹，搬上天道了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这看样子，你们黄风谷也是站在偃月宗那边的。这世上的天材地宝本就有限，有多少的灵草需要经过100年甚至1000年才能成材？近几年各派的弟子剧增，而灵草却是摘一颗少一颗。正是，现在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杀鸡取卵。况且，我听说魔道6宗又有异动，我们更应该避免伤亡，否则他们攻打进来。魔道，几百年了，年年都说有魔道，可除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，又有谁真见过？是啊。少主，咱啥时候出征哎？别总着急啊，这越国棋派里边烂马七糟一锅粥，咱虎了吧唧就这么上了，得折多少人？少主恕罪啊，但是恁姑半个月头里都已经进军江国了，若是被他抢了先，少主的处境恐怕得更加的不得劲呐。那就是我姑这人确实虎。来吧，你醒了？你在这坐了1天1夜，你知道吗？
我昨天早晨出去砍柴的时候，你就坐在这儿；我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，你也在这儿；我睡了一觉，睡醒了，你还在这儿，你一动不动。我要不是探了一下鼻息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。有这么久？这个饭我来来回回热了好几次，我不骗人的。好快啊！我只是做了一个梦。师傅好像回来了，我去看看去。1天1夜没吃饭了，我怎么都不觉得饿呢？难不成是口诀的功劳？都说仙人才不会饿呢。快来！阿离，师傅不行了！你快点儿！我也不会艺术，师傅快不行了！师傅，快点儿！海里，快！去拿水！师傅，才怀是你吗？师傅，是我是韩立啊！没事的啊，没事的。您吃完药就能好了。师傅，韩立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呦！师傅，你抓疼我了。天哪！得突破第3层啊！徒儿不知啊，徒儿修炼时好像是入了迷，恍如做了个梦，梦里自己肚子上有个漩涡，还能吸收天地灵气。这是第3层了。傻孩子，这不是梦。张天，去，右柜左手。第3层第2排，一个小盒里面有个小白瓷瓶，过去拿去。哎，我去。那不是梦，孩子，这天终于来，我太高兴了。那叫入定，那叫内视。爹老天不负我，这一天终于。抽髓丸，这抽髓丸的坏处，连厉飞羽都知道，师傅有机会不知。师傅。好徒儿啊！我的好徒儿啊！哎呀！还累，老天不负我！师傅的眼神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贪婪，就好像他不是在看一个活人，而是在看一件东西。韩老弟还真是守时啊，说3日后50，还就真是50正点。这只是1个月的。为什么这么少？我现在手头上的药材都用光了，其他的还需要再凑。1个月就1个月吧。谢谢韩老弟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药呢是用犀牛角做引，
抛开其他成本，你给我2两就行了。可否下个月？厉师兄没钱，那我可以用其他的来抵。我瞧着，你这刀就不错。这把可不行。那只能用人情来还了。又是人情，那你就有什么事都找我，我为你2肋插刀。这抽髓丸，你为什么要吃啊？想要在这江湖之中站稳脚跟，总需要一些手段。以前我觉得人生苦短，不争岁月，只争朝夕。这要能给我想要的，损失些寿命又如何？只是现在才觉得，不说这些了。这药我先拿走了，下月见了。哈哈哈。不争岁月，只争朝夕。那师父要争的是什么呢？师傅，锅来了。哎，师傅，其实我忙活了一下午，就找这个锅。哎，人家还跟我说不用着急还，咱用完了给他就行。师傅，我给您下点您爱吃的豆腐。好，难得张铁这么有孝心啊！不如咱们师徒3个，啊，喝几盅。啊，行。师傅，当心身体啊！就喝一口，死不了。先给师傅倒上，再给韩立倒上，张铁也喝一个。徒儿和张铁共敬师傅一杯，祝师傅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长命百岁。还长命百岁了，能活1天就1天吧。哦，师傅。来，师傅，张铁敬你一个。张铁来神手谷已经4年了，您教了我象甲功，还教了我好多本事，还让我还了家里面所有的面。张铁不会说话，全在酒里了。我有点晕了。师傅，见笑了。就扶他回去吧，免得我还要装模作样哄他，像哄孩子一样。啊，师傅，马上回来。师傅呢？明早起来，若没看到我，你便立刻下山，不要再回来。张铁，张铁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咱们和师父处了这么久，从来不知道他会武功。人人都有秘密。再说那小绿萍的事，咱不也没告诉他老人家吗？师父是真把你当亲儿子疼，你还怀疑他？俺练象甲功练了那么长时间，遭了那么多罪，挨了那么多揍，俺说啥了？那能一样吗？他杀人了呀！武岩那是野狼帮的人，是七玄门的叛徒，该杀。而且师父那不也是为了救你？那就更奇怪了。我有这么重要吗？你当然重要了。师父把最好的都给了你，
教你学医认字儿，那总不能是害你吧？下雨了，睡觉睡觉。张铁，张铁。 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？您真的要下山啊？你的修炼不长进啊，确实和药效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想了很久，决定还是要替你去寻找好药啊。可您的身体吃得消吗？ 要不我和您一块儿去吧？哎，对，不用。张铁，你给我留在家里面，照顾着韩立的修炼。等我回来，要是毫无进展，给你好果子吃。哎，回去了，别送了。走了。此后的1年多，莫大夫经常下山寻药，一走 就是2、3个月，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平静的样子。厉师兄。 我是韩立，厉师兄，你的病很奇怪，我只能用银针暂时封住你的穴位。你之前吃过什么药吗？就是这个。 此物是由荷兰、西尾花、蓝银卵等20-30种罕见药物炼制，外表红色，有奇异腥臭之味。一旦服用，痛入骨髓，故名抽髓丸。这个药可以激发潜能，提升功力，但最大的问题是会透支生命，且副作用极大。我劝你还是把这个药给停了吧，再吃下去，你最多只有10年的寿命。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我救了你的命，这还不算理由吗？说实话，在救你之前，我也想过可能会遭你灭口，但我也没想到你翻脸这么快。我发誓，此事谁都不会说。发誓等于放屁。师兄一定知道。 我是莫大夫的关门弟子吧？那老头弟子多了，关不关门不重要，重要。我跟他学的医，你的病，我也能帮你。这药副作用极大，发作时疼痛难忍，生不如死。我即便救不了你的命，但也有办法让你好受一些。
什么办法？师兄的刀还架在我脖子上呢，我脑子发懵，想不起来。俺老弟，适才为兄做的不对，兄弟今日救了我一命，又发誓帮我保守秘密，算厉某欠你个人情。3日后，我会把药配好，就在此地会合。一言为定，绝无食言。险些引火上身，以后再也不随便出手了。不过，适才厉飞宇说的，师父有好多弟子，怎么从未在此见过旁人？张铁，哎，你回来了？我，哎，你咋了？一头汗。我不是赶回来吃饭吗？哎，正好饭好了。今天都做什么菜啊？水银缸、清清饭，全都是老几样。啊。师傅，今日就由你为为师诊了脉吧。师父的脉象紊乱，似乎有两股真气在体内乱窜，所到之处搅乱五脏经脉。徒儿愚钝，观师父的脉象，只觉得药石无疑，命不久矣。这身子骨有多残破，老夫应该比你更清楚。来吧，孩子。今日接着喝酒，老夫也为你再有精进而高兴。所以呢，有一些话呀，为师也想对你开诚布公的说一下。光景不待人，须臾发成丝。
你可知为师有多大年纪呀？大约60、70吧。官年30有7。不信？不信，你可以去问那七玄门那个外门弟子的三叔，他一定听说过一界神仙手兰州墨居人。为师便是那墨居人。那个时候，我和你一样这么年轻。那个时候，天底下没有我治不了的病，没有我解不掉的毒。可惜呀，我能救得了天下人，救不了我自己。我被奸人所害，靠着医术，我救回我自己的命。可这残破的身子再也痊愈不了了。师傅，这虫嘴丸你还是别再吃了。它虽然立竿见影，但它治不了您身上的伤啊。再吃下去，您……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药最多只能再支撑我1年。可是上天有眼，他让我找到一条康复之法。什么法子？就是你。我？到如今，只有你救得了我。我养你这么久，也该到你报恩的时候了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海丽，你一直问我口诀有什么用啊？为师现在就来回答你。为师这个病必须要有把那口诀练到第4层的人，用锁链真气刺激秘穴，方能助我脱困。不但是可以解毒，还可以让我返老还童。所以您选中了我，是吗？不是我选中你，是那口诀选中了你。修炼这口诀要有极大的机缘，连为师都修不了。在你之前，为师挑了数十名童子，他们没有一个有你这样的运气。没有你的话，死我也认了。每个人都会有一死，可是有了你这根救命稻草，我无论如何也要抓到，换了任何人都一样。所以你只要为我治病，为师可以把这谷中的一切通通给你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拜师的时候千好万好，你现在反悔了？徒儿对您不会有任何的欺瞒和背叛之心，只是您为何之前从未提过呀？
这些年你也读了不少书，那为师再教你16个字：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，寓情于拙，以趣为深。这就是为师的处世之道。有些事情啊，如果我一上来就跟你说的清清楚楚，你还会乖乖的待到今天吗？若修不到第4层呢？这口诀有多难修，你应该知道的。从第2层修到第3层，弟子足足用了2年的时间啊！如今明显停滞不前，1年的时间要修到第4层，这比登天还难。好啦，你当我在跟你商量吗？你好好给我继续练你的口诀。为师会替你寻找这些珍贵的药材。这个事儿，别再提了。还是那句话，1年之内啊，你要给我练到第4层。这是昨夜吸收月光凝聚成的。这东西能喝吗？不好，是莫大夫养的鸟。修炼呢，修炼呢，别看了。还不快走！哪来的兔子？怎么还不快走？是那只兔子。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
这是毒药吧？啊，怎么长得这么快？是这碗水吗？ 之前的稀释的都有此效果，再来试试原液。这是。 一棵普通的山参，一下子就有数百年的年份了。这灵液恐怕是和那几晚的异变有关。动物喝了无法承受，不过用它来催出这些药材，却刚刚好。不过这灵液有限，还必须得吸收夜晚的月光才行。 以后啊，还是要和上次试验一样，用水稀释一下，而且要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大量配置，大量炼丹，大量吃药。这怕是我翻盘的关键了。 你看到他了吗？他在练功了。那就好。看来他认命了。
这些灵草灵石，培育到200-300年的年份就够了。照着书中的丹方来制丹，吃都吃不完。做了这么多，应该够吧？黄龙丹增强功力，金髓丸脱胎换骨，一起吃，药力惊人。会被这药力给撑爆的，得快捷运功突破。这就是第4层吗？到了第4层，才能体会到这无名口诀的妙处，既能感知天地万物的气息。不行，仅仅感知还远远不够。不够，还是不够。仅凭感知，还不足以与莫大夫抗衡。我必须更强。韩师弟久等了。师兄。你好快啊！不还是你先到的吗？哦，这本狂蟒记太刚猛了，不太适合我。有没有稍微轻柔小巧一点的功法？有倒是有。韩师弟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若有人想伤你，你告诉我，我绝不让他欺负你。谁也不能帮谁一辈子吧？你学医。你师父没教过你，对付坏人，应该用毒才是啊。你说的对啊，这也是个办法。啊，
不过制敌的手段总是不嫌多的。说吧，你想练什么？快捷的身法，暗器的手法，还有不用真气就可以克敌制胜的绝招，比如罗烟步。罗烟步，原来你小子想学我的绝招，你就说你教不教吧。你不要以为我用得好就以为这功法很简单，我可是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才勉强把它吃透。我的时间确实不多，不过还是想请厉师兄赐教。看来不给你使上几招，你小子是不会死心了。瞧好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可不会天真的认为，修到第4层，给莫大夫治了病，他就会放过我。关键时刻，还是得有自保之力才行。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，欲清于浊，以屈为伸，这就是为师的处世之道。张铁，我问好一声。哎呀，你这家伙啥都不像。今天这些事儿，总算是说明白了。我想再熬1年，修到第4层，治好师傅的病，咱就离开神兽谷，下山开个医馆。以后等着咱们的，就全是好日子了。你说对吧？
戒备了。昨晚上好不容易把他哄住了，若是他逃走，就完了。老夫这就要去把他炮制一番。不可！有何不可？他的修为不够你贸然夺舍，难道想像我一样生死道消吗？你可没有时日再找一个像他一样能修习长春宫的弟子了。还要再等？你应该也可以感觉得到，我的身子已经快要撑不住了。撑不住，哈哈哈哈！撑不住也得撑。我堂堂仙家弟子，你难道让我陪你这凡人埋骨于死吗？还要再等，最多1年，不管他有没有修到第4层，我都要出手。对。张铁，张铁，师傅，进来吧。师傅，张铁呢？张铁，他没跟你说他下山吗？下山？他跟我要了10两银子，说要下山一趟。不可能，他去哪都会跟我说的。为师才刚刚跟你坦白一切，干嘛还要再骗你啊？张铁他不会不辞而别，就算他下山了，你也一定知道他的去向吧？你要是不说，我下山找他去。不愧是第3层啊，居然能看到我的动作，看来老夫的药材没有白费啊。为师只是想替你把脉啊。来，好徒儿，为师想跟你说说话，好吗？来，武松这些年，想家吗？你还曾经跟我提过。想念青牛镇的小妹。师傅，其实您不必绕这么大的弯子，您只要说一句“韩立，我需要你帮我”，这就行了。我韩立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也懂得知恩图报。
你为何还要如此相逼啊？老夫知道你很聪明、缜密、极难驾驭，可是羁绊太多，而这个羁绊就是你我最大的弱点。不让你见张铁，便是因为如此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能救我性命，我保你一生的荣华富贵。咱们就赌赌看吧，看是老夫先入土，还是你所珍视的那一切。好，1年之后练到第4层，帮你解毒。您告诉我张铁的下落。还有，您带回来药草不多了，我需要更多。你只管专心修炼，药草的事情，老夫会下船为你解决。慢。把这个给吃了。你也不问一问这是什么？何必要问？明年今日，希望您记得今天的承诺。如我所料，所有的师徒情分，都在那一天戛然而止。不复从前。事到如今，莫大夫也放下了所有的顾忌，时常出谷去采药。只是每次回来时，生机都又减了几分。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又或者说，事实本就如此。之前的这几年闲暇惬意，反而像是假的。我试了很多方法，都解不掉他下的毒。看来只有修到第4层才行了。可是，这又谈何容易啊！张铁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话说这小绿瓶也有段时间没动静了。